美国高官承认 ，B-21无人轰炸机计划已死，其有人版的首飞进度可能也会落后于中国。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在中美军事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的 B-21隐身轰炸机与中国的下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的进度备受瞩目。在网传中国隐身轰炸机有可能首飞之际 ，B-21却传来了两个坏消息。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报道，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承认，在经过评估之后，相关单位认定下一代战略轰炸机 B-21的无人僚机计划因为成本效益不如预期，让其在正式启动前便成为了历史。肯德尔称，经过各方面分析后，为 B-21战略轰炸机打造拥有类似航程无人僚机的想法，被认为是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有吸引力。因此，美国空军不会朝着该方向发展。B-21本身就是能够携带大尺寸武器，载弹量足够，被设计用于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打击的大型航空器。若要研发一款能够与之搭配的无人僚机，这可能需要大幅度的增加该无人机的尺寸，导致成本过高。肯德尔去年12月曾经表示，美国空军希望为 B-21研制一款共同运作的无人僚机，并且有意将其纳入正式量产的新武器系统。根据过去的设想，研发中的 B-21战略轰炸机分为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有人驾驶的，另外一个版本是无人驾驶的。那么，所谓 B-21战略轰炸机的中程僚机，实际上就是跟它大小尺寸差不多的一款无人驾驶版。现在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该项目不太可行。当然，这是一个公开的说法，实际上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那就是如果连大型的战略轰炸机都变成无人化，那么美国空军的那些出身于飞行员的指挥官将情何以堪？他们手下的飞行员数量越来越少，而无人机的数量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场景下，美国海军、美国陆军，甚至美国海军陆战队都可以发展类似的大型无人平台。那么，美国空军的地位如何能够保住？既然 B-21轰炸机的无人版很难发展下去了，那么有人版它的进展又如何呢？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发言人承认 B-21计划出现了大约6个月的延期，预计要到2023年才能进行首飞。这也意味着 B-21的首飞进度有可能落后于中国的下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肯德尔声称，中美新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的首飞竞争非常激烈。美方还强调，能否首飞由实际的科研成果来决定，这与事前所制定的时间表无关。只有在确保该型机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之后，才会实施首次试飞。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一些专家开始担心中国的隐身战略轰炸机的首飞进度会超过美方。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我们不做预判，因为各国先进航空平台的发展各有各的难度，各有各的问题。尤其是大型的战略轰炸机，它的研制难度是相当大的，这里包括材料、工艺、系统设计、飞控设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相关的软硬件的设计工作没有完成，那么必然会对首飞工作造成相应的影响。这要看谁的技术更成熟，采用的方案更正确，最终才有可能在竞争中胜出。但不管怎么样，美国可是从2战期间起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研制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它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但这些经验能够延续到今天吗？这恐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战略轰炸机的寿命很长，研发周期也很长。美国虽然这方面有经验，
但是很多经验已经过时了。要想开发出一款能够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远程隐身战略轰炸机，还需要很多技术都要重新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型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但是只要我们技术成熟度比较高，培养出足够多的人才，就有可能在这个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